美國現在呢跟中國大陸打的科技戰哦，它的 GPU 都堆好了，但是可能接下來會敗在一片晶片的晶圓上面。怎麼說呢？因為中國大陸現在另闢的這個叫做 AI 光戰哦，靠的就是這個原材料磷化銦，成為下一張稀土的王牌嗎？歡迎觀眾朋友們留言跟我們做互動。如果您覺得中國大陸這一次打的這個牌哦，磷化銦能夠掐住美國在 AI 上面的晶片咽喉，留言寫1；如果你認為不會，留言寫2，我們一起做互動。現在來看到呢，大陸的 AI戰打不夠，現在把戰場拉到今天特別關心的光。美國呢，我們都知道它長期以來透過 GPU 啊、先進製程要封住中國大陸的 AI， 但是現在中國大陸祭出的這個致命王牌，就是我們今天要特別來談的磷化銦這個致命王牌。好。在 AI 的軍備競爭的一個勝負，就是你有了 GPU 之後，能不能把千萬張的 GPU 產生的海量資料給高速的傳出去？這靠的其實呢就是磷化銦了。簡單來講 ，AI 要跑得快，不只是 GPU 要算得快哦，你要透過這個光把這些海量的資料給傳出去。而中國大陸現在在它的這個磷化銦的限制之下，我們要來看到市場特別做了一個評估，說磷化銦跟雷射的晶片現在的產能已經排到要到2028年才拿得到，而且呢，我們看到它價格不斷的暴漲哦。現在呢說這個1年之間價格已經暴漲了250%哦，这光是這個6寸的磷化銦的晶圓的一個價格哦，來到了一片大約是$5000左右。那包括了相關的這一些從材料、晶圓到傳導類的雷射光模組，甚至是 AI 中心，它的價格也都在大幅的飆升當中。而且重點來了，大陸現在掌握的銦的生產量達到全球的產量達到了70%，也難怪美國現在會這麼的緊張了。而我們要特別看到的是，已經有影響到的美國企業，也就是在做這個磷化銦的基板的市場，主要現在是2家，一個是日本的住友電工，另外一家就是美國的 AXT。但是呢，現在對於 AXT 來說，他們很煩惱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的磷化銦的基板是在中國大陸生產的啊，所以呢，他們業者就在喊苦啊，就說現在呢，他們最擔心的事情就是無法取得中國的出口許可了。那這代表什麼意思呢？如果接下來美國沒有足夠的光通訊的元件的話，就算他們有幾萬張的 GPU， 可能也只是變成了一個算力的大塞車的一個情況會發生。磷化銦真的能夠成為 AI 的一個新的命門嗎？會不會是中國大陸繼稀土戰之後下一張對於美國 AI 發展很重要的材料王牌？楊老師怎麼看？磷化銦它是一個3、5類的，就是化合物半導體。那因為它的特性哈，所以呢，它其實已經不再是單純過去這個光傳組裡面的材料，它現在已經變成整個 AI 產業裡面重要的環節。因為當黃仁勳講到5層蛋糕的時候，第1層就是電力，第2層算力。那這個算力不是只有 GPU， 好，那現在問題是 GPU 跟 GPU 就晶片跟晶片，甚至伺服器跟伺服器之間的傳輸，那要透過光，對，而不能透過只是銅。為什麼呢？因為傳統的銅線的傳輸大概是在800G 到 1.6T， 那這樣子太慢，嚴重的訊號的衰弱到這個比較就是尾端的時候呢，所以呢，你就必須要透過光收發模組或者是 CPO 的這個封裝這個光學，所以磷化銦在這邊就是一個關鍵的這個材料啊，晶片。那因此呢，它具有不可替代性。而中國大陸擁有現在磷化銦的70%的產能，那全世界其他你像是美國、日本這些主要這個磷化銦晶片的這個產的廠商，它的廠也都設在中國大陸。那所以當它要出口的時候呢，就會面臨到中國大陸這個出口的這個管制，所以就變成就是現在這價格一下子飆高到250%。對，那現在美國跟西方國家的做法，一個就是說，在這個原料的開發上面，就跟在稀土或者是其他稀有金屬加鍺一樣，去開發新的這個原料，在中國以外的地方。另外一個呢，就是在中國以外的地方去做就是這個磷化銦的廠。那可是呢，問題是整個過程當中，其實這裡面原料到製程到技術，仍然還是在中國大陸，而它最後還是有一個出口管制
的這種限制。所以價格高是一個。那現在美國跟西方的做法是希望能夠去去風險化，或者是說增加對這個投資。那但是短期呢，你短期來不及啊，就是緩不濟急。對。那長期能不能夠真的去取代呢？其實也會有一個什麼問題呢？成本問題。也就是說，你在海外所開設的廠，或者是礦產到製造的這些廠，其實仍然是成本相對比中國要高很多。中國現在已經是非常成熟，所以為什麼這些海外的廠，包含是美國的 AXT 哈，然後呢，或者是像日商，有像是日鑄等等之類，那他開始為什麼以前一定要在中國選擇？因為成本的考量，以及在中國的整個生態系跟技術的考量，所以這個時候的出口管制，那出口管制它中國大陸不會針對所有的其他的國家啊，它主要如果你要針對美國的話，它這是未來一個選項的可能。目前還沒有採取這麼大的，就是說出口管制，目前只是單純市場上的，因為需求量高，所以呢價格變高。那有沒有可能將來變成一個出口管制的項目？我覺得是存在的，所以呢，你就看到，就中国大陸在整個基礎的材料跟最上游的這個掌控，這幾十年來的投資跟建構它的整個體系，以及發展相關的技術跟生態系，其實現在你就看到它對於整個現在的科技 AI 產業的影響。好，所以就是接下來要看中國大陸會不會對美國祭出一個更大的一個科技報復戰，那會直接影響的就是剛剛楊老師也幫我們特別提到的這一間美國的企業哦，那它在中國大陸生產的磷化铟的晶片，也就是 AXT 了。最讓他們擔心的是，因為它才剛要砸下6.3億美元來擴產，但是現在可能面臨到的事情是，它根本拿不到這個材料，那到時候要怎麼樣出貨呢？那同樣的問題也特別請教奕修又怎麼看？是不是磷化铟是繼稀土之後，中國大陸的掌握另外一張很重要的 AI 的材料王牌呢？你怎麼看 ？AXT 哦，它雖然是總部設在加州的佛蒙特了哦，但是它事實上它的工廠跟產線幾乎全部都在中國大陸了。那它在中國大陸用了一種跟中國企業深度綁定的方式，因而它可以在關鍵礦產上面扮演如此重要的地位。例如說，它跟中國合資的企業叫精美啊，這個 JIMNEI 啊，大家可以查這些精美啊，精美提煉廠呢，它負責的高強度的鎵跟鍺還有铟的這個提煉，所以它的都是關鍵的稀土礦產。那因為在這裡面呢，它還跟這個所謂的原材料的廠，它進行合資，所以呢，在铟上游有相關有10家企業都是跟它做深度的垂直整合啊。另外呢，它所提供的這個就是以磷化铟為基板的，就是這個芯片哦，它是掌握呢是世界35%哦。這個第2名是日本的住友，但是大家也知道日本住友現在被卡得很慘了。對，那它當然沒有被卡，但是它有個問題是壓單，因為呢。現在這個出口許可證的問題啊，從2025年2月開始呢，這個市場上就像剛剛老師說的，它的需求量上升了，但是它的可允許出貨量沒有上升，所以價格暴漲。所以光是今年第1季度哦，它的營收暴漲了164%，非常誇張的數量啊。那衝上了4760萬美元哦，史上第一啊！光是磷化铟單一個產品哦，就占了3070萬美元，毛利率暴增到45%，直接轉虧為盈。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得到，以前這種企業事實上還虧錢呢。因為它其實作為整個芯片產業鏈裡面，它雖然是個關鍵的這個部件，但是呢，因為它的技術的含量也有一定啊，但是它相對來說。它比較不是那個原本不是最關鍵的那部分，但是隨着 AI 晶片的一個形式的變化啊，比如說現在呢，這個台積電的 CoWoS 啊，這個它的堆疊的技術，它裡面的熱傳導問題，如果你再採用傳統的銅線或者其他金屬來傳導的話，那相對來說你的這個大家知道傳電它是會有熱損的嘛，那你的熱損高，但加上你是做這一個先進封裝是做立體堆疊的話，那熱量是高的不得了，散熱現在已經成為所有做這樣 AI 晶片廠商非常頭痛的問題啊。但如果你說，比如說你用黃金之類更好的導電體，但你的成本又居高不下，所以像磷化铟這樣子非常特色的這樣，它可以做光電傳導的一個機載的一個部分的話，它就非常的好，因為它可以做出這樣的一個產生。但現在的狀況是這樣，它算是美資，然後跟中國產業鏈深度綁定。
但是問題是在出口這個地方沒有放寬的情況之下，大家都拿不到貨，或拿到的貨比例都有限度。那現在有個改善是2026年的中旬之後啊，開始有所在出口許可證方面有所加速。那原因也很簡單嘛，因為為什麼？因為習川見完面之後，事實上就有針對一部分來進行的這個釋放的一個狀況啊。是。那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剛才您提到最大的關鍵就是這個是不是在芯片霸權裡面呢？晶片霸權裡面很重要的一個關鍵節點，沒有錯。中國大陸現在就是抓住了很多關鍵節點，而且呢，即便這個生產的企業不是純粹的中資，它依然可以透過相關的這個出口的程序、出口產業鏈的方式，它可以去進行它的一個限制。這個啊，在短時間之內，因為沒有可取代性，這是最大的問題。最後補充一下，這個銦啊有一個特色，它呢主要是鋅的半生礦，但是全世界大多數的國家呢，它在這個都把它當礦渣給倒掉了。為什麼？因為它非常的分散，很難富集。而中國大陸因為常年有這樣的在這個稀土這個精煉部分的這個專利跟這種科技的優勢，所以它能夠變成全世界上70%的這個銦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這個呢，我覺得後續的這個發酵的威力只會更加強大。好，這是中美科技戰，我們看到從最上游，中國大陸掐住這個上游的原料，就是磷化銦的這個王牌哦，現在持續的發酵，對於後續的影響還要再持續的做觀察。不過呢，我們看到另外一場戰爭是已經爆發的是。到了下游的有關於記憶體的晶片哦，現在我們也知道嘛，這個 AI 快速的發展，所以呢，全球的記憶體開始非常的吃緊。那現在很需要記憶體晶片的，就是美國的這一間科技巨擘蘋果公司了。蘋果公司呢，最新消息，之前是想說，蘋果有在想說，是不是之後要來用長興存儲的晶片，而取代包括了它之前常常用的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的這些廠商。那它現在呢，最新的消息是已經在測試了哦，中國大陸長興存儲的 DRAM， 而且他說，接下來大陸的這一些 DRAM 的晶片可能會用在他們的產品，包括了 iPhone 跟包括了 MacBook， 那所具的意義是不是代表說，他們蘋果公司已經非常的相信中國大陸晶片的一個品質，還有良率，甚至是當然了，成本優勢是絕對存在的。那艦長又怎麼解讀呢？我相信啊，果粉們早就已經有了這個心理準備，也就是在下個月9號這個產品發表會的時候，要推出這個iPhone 18哦。那可是呢，現在所傳出的就是 iPhone 18要大規模的調價，那漲價的過程當中，大家吃不消啊。有非常多的達人或者這個3C的擁有者告訴大家，iPhone 18買不起就先買 iPhone 17。但是我們大家即將在台北時間的明天早上，我們就會看到 iPhone 17先漲價。為什麼 iPhone 17即將先漲價呢？也就是我們剛剛所提到的，有關於這一個要開始測試長興存儲的這一個 DRAM 的部分，因為 DRAM 現在全面的在大漲價，那這個問題在哪裡？在於我們剛剛所講到的幾家廠商，例如說美光，例如說這一個三星電子，還有 SK 海力士，他們去做了另外一種賺更多的，也就是我們講到說有關於那個 HBM 這個高頻寬的這個記憶體，以及 DDR5 的這一個標準的這個記憶體。可是呢，問題在哪裡？問題在於我們現在所使用網通傳輸，無論是 AI 或者是我們大家使用的 iPhone， 它需要的是DDR4的這一個我們講到這一個記憶體啊。這個記憶體，我們剛剛講的3家公司都不想做，因為他們覺得這一個價格不夠吸引人。當大家都不做的時候，結果長興存儲接下來之後，它籠絡了大部分的這個市場。這也就是我們在看到 Michael Porter 所提出的武力分析裡面，中間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叫做新進入者的一個威脅。他們這3家世界大廠沒看到這一個威脅，結果讓長興存儲有了這一個介入 DDR4 的這一個機會。那介入了之後呢，那其實對於 iPhone 來講，對於蘋果公司來講，它要先測試，那就它在現在已經在測試的過程中，它其實代表的是什麼？代表的其實蘋果已經在這一個價格上面已經動心起念了。
好，謝謝艦長。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